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，我是胡乃文，我是李小坤。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：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，皆谓之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；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；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胡医师在这句话里面他有谈到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。那为什么这个虚邪贼风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去避呢？其实这里面讲的是避，就是避凶。趋吉避凶对，趋吉避凶，他就讲这个，说人他为什么会生病？因为他碰到了凶险了，生病了。可是呢，他假如能够趋吉，他也就可以不生病了，是讲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有避凶的部分，就是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。但是它有趋吉的部分，就是恬淡虚无。那这意思就是说，它可以趋吉，它也可以避凶，也可以趋吉，都能够让自己身体不变坏。那现在一提到这个虚邪贼风这个地方呢，又要分两件事，一个是虚邪，一个是贼风。就人为什么会碰到了虚邪？为什么会碰到了贼风？虚邪其实讲是自己的身体比较虚了，然后呢，所有的坏的东西它就会怎么样？就会趁虚而进入。那这坏的东西就是贼风。这个贼风呢，你也不能够只把它当作风，它也是风火湿燥寒等等这种所谓的6种邪气。不只是指风不是指风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只谈风这一件事情，风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邪气。那么这个虚邪贼风，这个虚邪呢，就是讲人一旦虚了的话呢，所有的贼风贼气也就是不好的气它就可以乘虚而进入了。可是人为什么会变虚呢？对，这个人之所以会变虚，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地方不懂得保养。例如说，你不懂得恬淡虚无，你不懂得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你不懂得该保养自己，养生养生之道才是重点。那样的人呢，就不容易变虚。您所说的养生之道，就是一个是从精神上要保持平和的平静的心，要恬淡。那从日常生活中的就是他们的譬如说起居饮食这些要注意，还有穿着这些穿着，以及甚至于连吃饭什么的都得要注意。就这样。好了，那现在虚邪贼风这个风呢，风又分为很多种。所以这里面非常庞大这个风呢分了很多种，有什么大风例如说在《黄帝内经·灵枢篇》里头就记载有8种风。这8种风呢，像是什么弱风大弱风罡风、魔风，什么好多种一共有8种风，是从东南西北都会来。不但是东南西北，还有东南西南、东北西北各处的风。那么来到这个地方被我们碰着了，那么我们可能就感知而得病。就这个意思。例如说，我随便举一个，例如这个弱风从南方来的这个风，它呢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心脏。结果呢，心属热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它就会遇到了南风，然后呢就气就热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心主血脉，所以这个病呢就进入了血，进入了脉里头。以至于这个病就很难办。是，您说的这个风，它从东南西北，对，这个不同四面八方来的，对，所以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。对，所以你看像刚才讲的南风伤心，然后心呢属热，所以身体就出现的就是热气的现象，并且呢，南方心又与血脉有关，所以这个病呢是进入血脉了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来看北方属寒。寒的风，那又叫做大罡风大罡风呢，这个是寒风入肾，所以呢肾就受伤了。肾是主骨的，所以呢它就骨髓脊吕等等这些地方就生病了。这就是肾里头碰到的这个风。然后呢它又是寒的，所以这个人会得到寒的现象。
哦，同样的，假如从西边来的风呢，西边的风又称之为罡风啊，又称之为金风，或者也就是说是从肺来的，所以呢，它会使得肺受到伤害。它使肺受到伤害呢，人就会觉得有点悲伤啊等等这些现象，并且呢，皮毛也会开始发生毛病。那假如说东方来的呢，东方来的风又叫做婴儿风，那这个东方来的风是进入肝，进入筋啊，就是这个所以假如说得病了的话，这个筋啊会受伤。听您这么说啊，好像就是这个风东南西北中啊，好像跟木火土金水这些好像都有一定的关系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他们这样子的关系啊，就是说，例如你本来你应该是从，例如说在春天的时候，风应该是从东边来的，叫东风。假如是夏天的话呢，风应该从南方来，是南风。可是假如发生了一个事情，就是春天不吹春风，而吹什么呢？假如说它吹的是西风，那么春天是属木的，西呢属金的，那么金来克木的话，那好还不好，你就可以知道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从后冲而来，也就是说是等于是虚风，所以刚才虚邪贼风那个虚风，假如说是从自己这个方向来的，这个叫时风。时风啊，古时候的书里头讲是主生啊，它是长养万物的。可假如是虚风的话呢，虚风来了不是长养万物，反而是让人生病的。所以假如在春天的时候吹的风是西风的话呢，那么这个人就会从肺或者从肝这个地方来生病，而且呢，因为是金来克木，所以呢，肝会受损，受得非常厉害。我听您这么一说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风是从它本身的方向来的，对，这个风是好的，不是说所有的风都是坏的。所有的风都有正风，都有时风，都有虚风。正的就是好的，就没有事。假如说是时风，也都还可以，但是假如是虚风的话呢，虚风就会伤到它了。那所谓虚风就是从克我而来，或者是从所谓的这个不应该来的方向而来。所以说虚邪贼风要避之有时。对，就是说如果是虚风的话，我们就要避开它。对，那要怎么避呢？这古时候的圣人就讲，虚邪贼风避之有时，就是在那个时间里头，他会吹那种风，那你就应该在那个方向避它呀。在那个时间避它呀。所以说我们中医古时候的讲法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所以春天就要养生，夏天就要养长，秋天养收，冬天养藏。也就是说你要养生长收藏，这个时间有了，再来就是那个方向。例如秋天的时候，秋天你要防西风，直接侵入，或者是在春天的时候，你应该防什么风等等，那你用各种方式来避它，那这就叫避之有时，以至于你就不容易生病。是懂得避凶，懂得避凶，会趋吉的话，那就身体就会安然无恙了。对的。是。在上一集节目中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奇经八脉中的阴维脉和冲脉。那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为大家继续介绍奇经八脉中的督脉。胡医师，这奇经八脉它有8条脉。对，8条脉。这8条脉是阴维脉、阳维脉、阴跷脉、阳跷脉、冲脉、督脉、任脉、带脉。哎呦，不错，你都记得啊！就是冲督任带、阴维、阳维、阴跷、阳跷，对。这8个脉呢，它们每一个在外头都有一个穴道跟它相会，所以称之为拔会穴。就是奇经八脉的拔会穴。那这个拔会穴呢，就像你刚才讲的，冲脉有它的会穴，冲脉的会穴是什么？冲脉的会穴是公孙。对，那么阴维脉的会穴呢？内关。对，公孙内关。公孙内关它是一组，
同样的，督脉也有督脉自己本身的会穴。哦，督脉是怎么走向呢？你知道吗？督脉就是走我们身体啊，它的就走正中心，但是呢走后背，从长强这个穴道一直往上走，走到头顶，然后呢再走到这个脸的就是前面，然后一直到鼻端，然后再下来到嘴的前端，然后到口里面去。这个上嘴唇里面。对对，这一条叫做督脉。是。督脉也有它自己的会穴。它也有会穴啊。它的会穴是哪一条？哪一个穴？督脉的会穴叫做后溪。后溪，后溪穴是在小肠经上面的穴道。它是在哪个位置呢？它的位置就在小肠经的手腕假如我们把这手这样子握起来，在这一条叫做生命线吧。这条横纹就对了。还是叫什么线啊？手的横纹，我叫不出名字。我也不知道。就这根线呢，它折出来的这个纹，就这个褶皱上头这个穴，就称之为后溪穴。折出尖出来的这个穴。折出来尖的这个地方就是后溪穴。它为什么叫后溪呢？因为溪就是溪谷的意思我们讲山谷溪壑。就是山是最高的，然后呢下头又有凹下去的谷，谷呢在谷之间的又有小溪相通，这个溪就是它，就是溪。那后溪为什么叫做后溪呢？因为它在两个谷之间，两个谷你知道吗？就是在后溪的前端呢有个前谷，后头这个地方有个后谷，有个阳谷，前谷阳谷之间，所以它叫溪。两个谷之间就是溪。两个谷之间，那所以呢叫做溪。然后呢，它是在这个手太阳小肠经上头的一个穴道，那称之为后溪穴。所以每一个穴道都有它名字的由来。它有它一个一定的名字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。是因为在两个谷之间，所以叫溪，后溪。是的。那刚才说这个后溪穴是督脉的会穴。对。那督脉本身它有什么病呢？督脉的病在古书里面写的很简单，就是督脉为病，急将而缺。就是说督脉有病了的话呢，急就是背急就会僵硬，而且呢会缺就是冷，就是冷逆。因为冷，然后又觉得僵硬。对，僵硬，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就变成整个身体呢，好像向后仰才舒服，就是那种极僵的现象。那这种病呢，在中医学上又叫它叫劲。劲又分柔劲、刚劲。柔劲就是有汗的抽筋的这个脊背这个地方抽筋的现象。那刚劲呢，就是无汗的这种现象。是。所以它这个分法是不一样的。对，然后后溪又可以治督脉的所有的这些个病情。我念一段《西江月》给你听。这《西江月》里头是这样讲的：手足拘连站立，中风不语闲颠，头疼眼肿泪连连，腿膝背腰痛片，项江伤寒不解，牙齿腮肿喉咽，手麻足麻破伤牵，盗汗后系先鞭。这些都是在谈有相关的疾病吗？都在谈相关的疾病。例如这里面随便举一个，手足拘连。手足拘连是什么呀？就手脚觉得好像僵硬，然后呢就整个的抽紧了，这是手足拘连。没办法放松。不能放松，对，手足拘连。然后呢，手足拘连再来还站立什么呀？就是发抖发冷所以跟刚才所讲的督脉为病，急将而缺是一个意思。就是因为它会绷得僵硬，然后又发冷，又觉得冷，对了。所以这个用后溪就可以治疗。用后溪可以治，当然还有后溪可以治疗的其他的病，像刚才讲的《西江月》里头，所有的病它都可以治。是，您刚才说到一个中风不语闲颠，这闲颠就是癫痫病吗？闲颠就是就是把癫痫翻过来。为什么它这个是《西江月》的写法？西江月》的写法呢，6个字、7个字、6个字的这样子的一种编写法，然后还要押韵，还有押韵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所以他把这个闲颠呢就把翻过来了，去治癫痫。
哦，癫痫也是抽筋。其实这个里面就意味着一件事情，因为所有的抽筋都跟大脑里头的皮质层有关系。哦，当大脑的皮质层啊被因为细菌啊或病毒啊感染了的时候，它的这个作用就小了，因此它就不能够去管制着低级中枢，低级中枢的这个作用就强了，低级中枢的作用一强，就使得肌肉、神经整个的就绷紧了，所以这些都是跟这个大脑皮质被抑制有关系。因为它被抑制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督脉有经过大脑，所以它就是督脉的病。哇，你已经开始搞得很清楚了啊！经您这么一讲，我才了解。是的。咳嗽是一年四季，不论春夏秋冬都有可能得到的一种毛病。有句俗话说啊，穷人怕屋漏，医生怕咳嗽。也就是说，连医生听到咳嗽都会感觉到头痛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在咳嗽期间的保养以及咳嗽的几道食疗方法。邓医师您好。小坤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邓医师啊，为什么医生听到咳嗽都要头痛啊？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呢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呢，感冒好了，但是他咳嗽竟然咳了1年半载。连他自己都感觉到莫名其妙。是啊。但是一直吃一些止咳化痰的药，一直都不好。所以这种呢，就是说咳嗽有时候是蛮讨厌的。是，那这个咳嗽它是不是有分什么型啊？对，咳嗽呢，简单的分呢，我们可以分成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。是。风寒咳嗽呢，就是鼻塞怕冷，然后呢，它的痰是清晰而且白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发散风寒的一些药物来治疗。是。那风热咳嗽呢，它主要就是说它口渴，而且比较怕热，然后它的痰呢是黄的，更严重一点是绿的。这时候我们要用那个清热化痰的药物。是，那您刚才说的风寒跟风热咳嗽，其实从痰上面可以分辨啊。对。如果这个痰是比较清的、透明的，那就是风寒。对。那表示受到冷了，是吧？是。那如果说这个痰是浓的、黄的，甚至发绿的，那它可能就是受到热了，是风热咳嗽，是吗？对。所有的咳嗽呢，一开始都是风寒，然后转成风热，是风寒转过去的。是风寒转过去的。那还有一种特别的咳嗽叫做风燥咳嗽，就是它这种咳嗽呢，就是完全没有痰，而且一咳呢就是咳了10几声，然后它的口非常干，然后它甚至会有一点头痛的，还有发热的情况。是。然后呢，它的那个咳嗽有时候会带有一点血丝，这种叫风燥咳嗽。那这是老年人比较容易犯吗？这种咳嗽呢，年轻人也很多，老年人也很多，它主要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得到这个风燥咳嗽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川贝枇杷膏来保养。因为这川贝枇杷膏是清代名医叶天士所创立的一个方子，它主要就是润肺止咳的一个药。是。所以。那这个川贝枇杷膏可以用于治疗风热或者是风寒咳嗽吗？就是说呢，这个问题呢，就是点出一点，就是说有些人把川贝枇杷膏呢当做咳嗽的万灵丹。是。这就不对了。因为川贝枇杷膏主要是润肺止咳，它有化痰作用，所以对于这种风寒咳嗽呢、风热咳嗽效果不是很好。所以说如果遇到风寒咳嗽或者是风热咳嗽的话，可能有一些食疗方法反而有帮助啊。对。是。那我们桌面上看到的这些是要介绍什么样的？来，首先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个叫做那个生姜红糖红枣汤，这个呢主要是治疗这个风寒咳嗽。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呢，这个生姜呢主要是发散风寒，而有健脾化痰、健胃的作用。所以它能够治疗咳嗽，这个是主要治疗咳嗽的。是。这两个呢是配角。这个红糖呢是增加我们免疫力，这红枣呢是保护我们的脾胃。那为什么治疗这咳嗽还要加一些红枣来保护脾胃呢？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，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储痰之器。就是说你这个痰呢，事实上从脾胃来的，所以我们保护好脾胃呢，自然能够达到健脾止咳的作用。
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这三个药材，把它们煮一煮。哎，据说这个药材啊，您上次在节目中有为我们介绍，它其实也是可以治疗风寒感冒的，是吧？对，它也可以治疗风寒感冒。哦，所以这个食材是一个食材有多用的。是。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要为我们大家介绍？那我们待会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萝卜还有葱白汤，还有一个是芥菜生姜汤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跟各位观众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说有些咳嗽呢不是食疗可以治疗好的，叫做内伤咳嗽。内伤咳嗽就是说身体有病，例如说心脏有病啊、肾脏有病啊，这些造成的咳嗽呢，造成肺积水啦，或者是肺部发炎呢，这时候呢不是食疗可以治疗的好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食材。萝卜呢，古代就叫来福。它本身就是一个化痰止咳的药物，它的药性偏凉，所以呢，它对于燥咳也有一点作用。这葱白呢，主要用来发汗，还有祛风解表的作用，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可以治疗风寒咳嗽。突然有个想法啊，是，咳嗽通常都跟肺有关，是，葱白还有萝卜它们都是白色的，对，那白色是入肺是吧？对，所以本身也对我们的肺部的是有一定的保养作用的。对，那有些人看到萝卜呢会害怕，因为曾经有人说呢，这个萝卜胜人血，白人法。事实上呢，这个只是古代的医家呢强调说这个萝卜是寒性的，他只是提醒你一下，但是不要那么害怕。不要那么害怕，不要吃太多就没有问题啊。就是说它事实上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脾胃药，也是一个止咳药。是。所以这个就是萝卜还有这个葱白是可以治疗风寒咳嗽的啊。对。那萝卜籽呢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化痰药，我们叫做来福子，它本身也是一个帮助消化。我们现在介绍另外一味食材呢，这个叫白芥，那个芥菜。哇，好大哦，这个芥菜。芥菜的种子磨成粉呢，就是芥末。它本身叫做蔬菜中的麻黄，有很强的发汗，止咳作用。然后加上生姜呢，它的发汗力量更强了，所以对于风寒咳嗽非常的好用。而且这芥菜产在冬天，所以冬天的时候吃上这一道菜呢，很快的感冒咳嗽就不治而愈了。是，这个芥菜呢，在大陆的南方的一些地方呢，也叫做大苦菜，所以这些都是冬天比较容易取得的食材。那可能风寒感冒也是冬天比较容易得到的啊。对，风寒感冒在冬天特别多。所以呢，今天邓医师为我们介绍的这几道食材呢，这几道药膳呢，它都是冬天比较容易取得的食材，是治疗风寒咳嗽的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